你自己看看，这订的什么破酒店，28平，连转身都转不开。五一假期啊，到处都涨价，这个性价比，你花了800块住个鸽子窝，你跟我说性价比？好一点的都要1500往上了。咱不是说好这次省着点？省？你怎么不省你那几百块的面霜？花我的钱倒是大方。我同事李哥的老婆，人家订酒店从来都是5星级，该花花该省省。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，连个酒店都订不明白。那你自己订啊。你说什么？我天天上班累死累活的，订酒店这点破事都要我操心，你在这个家到底有什么用？只是因为我订的酒店太小，他便把睡着的我丢在高铁上。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站下的车，甚至不知道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看我一眼。前方到站是指示机次。女士，不好意思打扰您，您是到哪一站？什么？您坐过站了，我查了一下，您的票已经过了3站了。麻烦你帮我补一张票。好的，您补到哪一站？回家。回家，去结束一段婚姻。你自己看看，28平，你订的这叫酒店，叫牢房还差不多。五一嘛，哪儿都涨价，我比了好几家了，这个已经比了好家选了个最差的，你这比了跟没比有什么区别？那个5星的，你不是说太贵了吗？我以为你以为？你什么时候判断对过？订个酒店都能订成这样，我还能指望你什么？那要不我现在换一家，还来得及取消？随便。那你想住哪个价位的？你连这点事儿都要问我，你说你一天到晚能干些什么？我想说点什么，但又觉得没必要。这种冷战我太熟悉了，每次都一样，他不说话不解释，用沉默把我先低头道歉。可是这一次我真的累了，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只记得睁开眼的那一刻，周围空了一大半。我先回去了。下午3点25分，他发了这条消息，然后一个人下了车。2个小时，一个电话都没有。你好，女士，你怎么还没下车？过站了。那你得在下一站下车，去人工窗口补票，然后坐返程的车回去。我以为是他，没想到是酒店发来的入住提醒短信。这个站很小，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下车。我们计划了1个月的旅行，我订车票、订酒店、查攻略、准备行程。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嫌弃，然后在我睡着的时候，一个人走了。他打了3次，我1次都没接，不是赌气，是突然不知道接起来该说什么。该说没事儿吗？该说我原谅你吗？我说过太多次了。3年前，他还会帮我拿行李，会在我累的时候让我靠着他的肩膀睡。什么时候变的呢？我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一天，但我知道回去以后该结束了。你一天天的忙什么？回来那么晚？地铁晚点了，前面有故障，停了10几分钟。我真的是地铁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没有。那你昨天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，连饭都没吃？我累了，不想说话，不行吗？每一次他都不会直接说不满。太闲了，你是不是没长舌头？只是用沉默和冷漠把我又买推开。了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你是嫌钱多？没意思，每次都是你安排的这些。我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我以为他只是压力大，脾气不好，我以为只要我做得更好，他就会变回以前那个人。可是现在他连叫醒我都不愿意。7点半，进站上车。手机开机的瞬间，消息像连珠炮一样炸开。你怎么不接电话？你怎么不电话？你在哪儿？回个消息，你别闹了，我错了行吗？你快回来。他说他错了，可他错在哪儿？他不知道。他只是觉得我应该像以前一样哄哄他，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小雅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给你留了饭，在锅里热着呢，你先吃点东西。我给你也点了一份的，你没回来，凉了我就扔了啊。你几点到的家？差不多3点40吧。到家第一件事做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3点40到家，我11点半到家，中间将近8个小时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先洗了个澡，然后点了外卖，吃完看了会儿电视，后来给你打电话。什么时候给我打的电话？5、6点吧，记不清了。也就是说，
你3点40到家，洗澡、点外卖、吃饭、看电视，一直到5、6点钟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，将近2个小时。你一个人在家洗着热水澡，吃着黄焖鸡，看着综艺节目笑，2个小时之后才想起来，哦，我老婆好像还在火车上。我没有。你有。你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不是给我打电话，不是问我在哪里，不是担心我一个人怎么办，你想的是先洗个澡，先吃口饭，先歇一歇，因为你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觉得我自己能搞定。你生气，所以你把我丢在车上；你生气，所以你给自己点了外卖，只点了1份；你生气，所以你吃完饭看了2个小时综艺。你的生气就是把我一个人扔在陌生的地方，然后回家该吃吃，该喝喝。你能不能别这样说话？我不是。那你是什么？你别站着了，过来坐，有什么话坐下说。你站了1天了吧？腿不酸吗？他问我腿酸不酸，我在陌生的小站站了2个小时，在火车上坐了3个多小时，拖着行李箱走了不知道多远的路。他问我腿酸不酸，如果你真的在意我腿酸不酸，你就不会在我睡着的时候一个人下车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倒是说话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是要走？你去哪儿？杜小雅，你能不能别耍你那大小姐脾气？你先把话说清楚。王斌，在你把我扔在高铁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说的。不是，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眼睛里有委屈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够低姿态了，我居然还不领情。我突然觉得很累，不是身体上的累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，再也不想解释任何事的那种累。我去哪儿不用你管。路过客厅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他朋友发来的。我不知道那条消息后面写的是什么，也不想知道。但你说的那个这4个字已经足够了。他跟朋友聊过这件事儿，在点外卖、洗澡、看综艺的间隙，他还有空跟朋友聊天。他会怎么跟朋友说？我把老婆丢在高铁上了，我很担心。不会，他一定会说，我老婆又闹脾气了，或者他订的酒店太差了，我说了他还不高兴。这一刻，他一定把自己说成受害者。我的心彻底死，因为在他的叙事里，永远都是我的问题。你真要走？你到底要去哪儿？民政局，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吧？不就是一次没叫你下车吗？你至于吗？你可以狠心丢下我，我也可以狠心丢下这段婚姻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你会自己醒。那条短信呢？我先回去了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也是不小心发的。我当时生气，我真的以为你会醒，谁知道你能睡那么久。所以，这是我的错。你冷静一下，你回来，我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了一种声音，是什么东西彻底断裂的声音。他打了一整夜的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不是赌气，是真的没有任何一句话想跟他说了。凌晨4点，他还在说离婚太过分了。他熬了一整夜，想了无数种措辞，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我在小题大做。谢谢你，李斌，你这条消息帮我去掉了最后一丝犹豫。你可以的。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咱们结婚5年了。你在高铁上丢下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5年？我真的不是他故意的。你到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在门口等你。离婚原因该写什么？感情破裂，性格不合，这些词太轻了，轻到完全无法描述这5年我经历了什么。你真要离？表格已经填好了，
你签字。我不签。那就1个月后自动生效，我无所谓。你就这么绝情？是你先绝情的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你也有问题，所以是我的错。我没说是你的错，我是说我们都有问题。婚姻就是这样嘛，两个人都要让步。再让步，我也让了。你让了什么？我不是每次都陪你回你妈家吗？那是你应该做的。你真的一点感情都不念了？你把我丢在高铁上的时候，怎么没念感情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晚了。你就是想离婚，你早就想离了，你就是拿这件事当借口。先生，请你控制音量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我没有外面的人，我只是不想继续了。那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改，我可以改的。你改不了。我可以。去年过年，你在你爸妈面前说我闲，我让你道歉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说错了吗？你确实比我闲。搬家那天，你一个人跑出去玩了一整天，回来我问你去哪儿了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出去买东西了，然后你只买了你自己的晚饭。我妈住院，我回去照顾她3天，回来你连问都不问一句。我问你怎么了，你说什么？这5年这样的事儿发生了多少次，你自己数得清吗？我给过你机会，很多次，每一次我都以为你会改，可你从来没变过。那你现在要我怎么办？签字。行，你厉害，你狠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不需要我了是吗？从头到尾，我需要的都不是你的钱，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丈夫。我哪里不是真正的丈夫了？我出轨了吗？我家暴了吗？你冷暴力。冷暴力？我只是脾气不好，这也叫暴力？你是不是太矫情了？我累了，真的累了。签还是不签？后面还有人等着。我不签，你也别想离。那就1个月后见。你走什么走？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我说的够清楚。你们不要在这里闹，出去外面说。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你回来，我们再谈谈。他说我矫情，这个字终于帮我放下了所有的不甘心。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我怎么了？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你还问我怎么了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错在哪儿了？算了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懂。你下来。开车。去哪儿？翠苑路88号。我等着自己的情绪，但什么都没有，心里只有一片空。今天是工作日，我还要上班。他说他改不了，这句话他终于说出来了。他改不了，所以我要走，就这么简单。5年的婚姻，后来我连一个能回去的地方都没有。今天太晚了，你先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不用，现在说吧，反正也睡不着。我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他听完沉默了很久。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。什么意思啊？记得去年我们一起吃饭吗？我问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，你还没说话，他就抢着说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还要孩子。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特别奇怪。我想起来了，可现在想想那不是玩笑，那是他对我真实的看法。还有一次，我们约着一起看电影，他临时说不来了，让你一个人回家。我说我送你，他说不用，他自己能回去。我当时给他发消息，问他怎么让你一个人回去，他说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回个家而已。还有很多次的，他从来不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只在意他自己。这种情况我见过不少，很多女性在婚姻里承受了长期的精神磨，等到真正离开的时候，反而什么都不要，就想快点结束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要轻易放弃。我明白，但我真的不想再跟他有任何联系了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昨天我们聊到很晚，小丽一直陪着我。今天一早我请了假，来找了律师。走出那扇门的时候，阳光很暖。我站在路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胸口那团堵了很久很久的东西，好像终于松开了一点。
新的生活要开始了。1个星期，他的消息从道歉变成责怪，最后变成威胁，我一条都没回。律师说的对，所有的沟通都通过律师。直到他收到律师函的那天晚上，他打了30几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发完那句话，我把他拉黑了。手机突然安静下来，安静的有点不习惯。杜姐，楼下有人找您，他说他是您的老公。我没有老公，让他走。可是他说不见到您就不走。那是他的事。杜姐，他还在这儿，说话声音挺大的，影响不太好，您能不能下来一下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下去一趟。这几天睡得不错，脸色比之前好多了。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一个新的人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有事儿说事儿，别在我公司闹。我闹？是你先闹的。你让律师给我发什么律师函？离婚的正常程序。我不同意离婚。你同不同意都一样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撤诉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那房子你也别想要了。我本来就没打算要。那你这么折腾到底为了什么？我要离婚，你不同意，只能走法律程序。你就这么着急离婚，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到现在你还觉得是我的问题？不是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好好的婚姻你非要离？好好的婚姻，你把我丢在高铁上叫好好的婚姻？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不能别揪着这件事不放？你就这一件事不放？不是一件事，是5年。5年我对你不好吗？我赚钱养家，我哪里亏待你了？钱不是婚姻的全部。那你说什么是感情？咱们结婚5年了，感情早就变成亲情了，哪有天天卿卿我我的？我不需要卿卿我我，我只需要最基本的尊重。我哪里不尊重你了？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，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。你太敏感了，我就是性格直接一点，你非要往心里去。所以你觉得是我的问题？本来就是，我身边朋友都这么说，你就是太矫情了。受够什么？我打你了还是骂你了？你冷暴力。又是冷暴力，我不说话就是冷暴力，那我说话你又嫌我直接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你不用做什么了，我们离婚就行。那你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什么都不要，随便你。你别后悔。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早点离婚。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我说的够清楚了，放手。先生，请您离开，您在这里影响到其他人了。你会后悔的！妈支持你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妈心里清楚。每次打电话你都说挺好的，但妈听得出来你不开心。妈就你一个女儿，妈不求你嫁得多好，只求你过得开心。如果这个婚姻让你不开心，那就离，别怕。妈和你爸都在呢，大不了回家，妈养你。妈，别哭，你要坚强。既然决定了，就别回头。我不会回头的。那就好，妈相信你能过得更好。你可以的。对方也请了律师，他们那边提了一个方案，我先跟你说一下。房子，他认为首付主要是他出的，你只出了一小部分，所以他不同意分。他提了给你10万块，算是补偿。他那个方案不用考虑。如果他不同意，那就继续走法律程序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如果他坚持不离，第一次走下来很可能……没关系，离不成就等6个月再来一次。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段时间他可能会有各种……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准备材料，你那边尽量多收手续证据。我不要他的钱，我要的他给不起。一整个下午，我坐在电脑前翻完了5年的聊天记录，满屏都是我发的消息，问他冷不冷、饿不饿、开不开心，而他的回复永远只有一个字：哦，忙，随便。看着这些记录，我看到了过去5年那个自己，那个卑微的讨好，在绝望里祈求一点点回应的自己。那些长达几天、10几天的无回复空白期，我全部截了图，打包发给了律师。做完这一切，已经傍晚6点半了，眼睛酸得睁不开，但心里反而轻了一点，像是终于把一根扎了5年的刺自己拔了出来。刚走出旋转门，我就看到了她，我婆婆，抱着保温桶，脸上挂着笑，那种我见过无数次的笑，
3分讨好，3分精明，还有4分我是为你好的理所当然。不用猜也知道，律师函刚寄到，他自己不敢来，就把他妈翻出来唱这场戏。小雅，下班啦！妈在这等了你快1个小时了，妈特意炖了你最爱喝的汤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律师函刚寄到他手上，他自己拉不下脸来，就把他妈搬出来唱这场戏。阿姨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汤您拿回去自己喝吧。既然李斌已经告诉您我搬出来了，那他应该也告诉您，我们正在办离婚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说的什么气话？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到牙的？床头吵架床尾和嘛。李斌脾气是倔了点儿，但他心不坏呀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每个月工资按时交大半。这年头上哪找这么老实本分的男人去？老实本分，阿姨，他在外地高铁上把我一个人丢下，自己跑回家，这叫老实？他半个月对我不理不睬，把家当旅馆，把我当免费保姆，这叫本分？您的标准还真是与众不同。小雅，这你就不对了，你就不能多体谅体谅他，非要闹得家宅不宁，你就痛快了。他在赌我还是那个要面子怕丢人的小雅，赌我会在同事面前低头，乖乖跟他回去。但他不知道，那个为了顾全大局而委曲求全的我，已经在那个火车站里彻底死了。阿姨，我已经体谅他5年了，我的体谅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变本加厉的冷暴力和肆无忌惮的自私。我不欠他的，更不欠你们老李家的。这婚我离定了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吗？你今年都30好几了，一个离了婚的二手女人，以后还能找着什么好人家？也就是我们家李斌不嫌弃你。再说了，结婚5年，我们老李家都没怪你断了香火，你现在反而倒打一耙，要离婚？你出去问问，谁家媳妇像你这么矫情？又是这顶帽子，生不出孩子，每次吵架，他最后都会拿这个来压我。但现在，我不需要再替任何人遮掩了。阿姨，您看清楚了，这是去年生殖科的检查报告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我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，是你儿子活跃率极低，所以才一直怀不上。您要是再在我公司楼下闹，我不介意把这份报告打印个几百份，连同他冷暴力的证据一起发到你们小区的群里，发到他单位的群里，让大家都来看看您口中这个不嫌弃我的好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敢？您可以试试看，我敢不敢？回去转告李斌，别再躲在您背后当缩头乌龟，有什么事儿让他的律师直接找我的律师。以后要是再敢来骚扰我，我见一次就把那份报告多发一个群。我以为刚才那场交锋会让我痛快，但走出旋转门的那一刻，什么快感都没有。回想起他那张脸，回想起这5年我在那个家里受过的一切，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凉，几乎要把我吞掉。他的冷漠，他的自私，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是在那个家里被他母亲一天天喂养大的。婚姻不只是2个人的事，是2个家庭的碰撞，而我在这个泥潭里傻傻的挣扎了5年。回来啦。你要是真的决定了，那就离吧，爸支持你。这些天我一直强撑着，表现得很坚强，很决绝，但其实我心里也害怕，害怕一个人，害怕未来，害怕重新开始。但现在在他们面前，我终于可以脆弱一次了。一会儿进去，记住我跟你说的。今天情况还不错，他有几次情绪失控，说了些对我们有利的话。不过第一次走程序，想直接达成结果的概率不大，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我知道。你满意了？什么？这是你逼我的。我逼你？
是你不同意，我才不得不走到这一步。我哪里比你……你说啊！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就是不明白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回去等通知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唯一后悔的，就是没早点离开你。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后悔，因为我终于为自己做了一次选择。这1个月，我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节奏，我终于活得像我自己了。忙了一整个下午，等全部收拾完，天已经黑了。这是我搬进来的第1晚，躺在新买的床上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做好准备了。结果出来了，第1次没有通过。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现在开始算6个月之后可以再走一次程序，基本都会通过。好，那我等6个月。6个月，够了。6个月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。同事问我是不是要升职，我说只是想充实一点。但其实我知道，我是在用工作填满所有的时间，不让自己有空闲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事。2个月拿下了一个大客户，领导在会上表扬了我，说这2个月表现非常出色。你最近状态很好，继续保持，年底的升职名单里会。谢谢领导。个人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快结束了。那就好，工作重要，但也要照顾好自己。我会的。做蛋糕啊，最重要的是耐心，打发蛋白要慢，不能着急，拌面糊要轻，不能用力，烤的时候要守着，不能走开。面粉、鸡蛋、糖、油，这些最普通的东西经过搅拌烘烤，就变成了香甜松软的蛋糕。就像一个人经过时间的沉淀，生活的磨砺，也会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怎么样？尝尝。很好吃。下次再来，我教你做别的。好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学会了做曲奇、泡芙、提拉米苏、慕斯蛋糕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。每次做完，我都带一些去公司分给同事，或者送给小丽。大家都说好吃，问我是不是要转行当甜点师。我说不是，只是想有个爱好。但其实我知道，我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，我可以创造美好的东西，我可以让自己，也让别人感到幸福。那个箱子一直塞在衣柜最底层。搬过来之后我没打开过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鬼使神差的把它拽出来了。结婚第1年拍的，那天是假期，我们开车去郊区，路过一片花田，他主动说停下来拍张照，他还帮我摘了一朵花别在我耳朵上，说我像个村姑。我捶了他一下，他就笑，笑得很大声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第1个纪念日快乐，字迹很潦草，但那个感叹号画得很用力，笔尖都把纸戳出一个小坑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刚结婚那年他会主动洗碗，虽然洗得不太干净，会在下班路上给我带奶茶，有时候买错口味，我说不喝芋泥的，他说下次记住，但下次还是买错。出差的时候会发消息说到了，只有2个字，但至少他会想到跟我说一声。是什么时候变的？我坐在地板上，把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很久，不是某一天突然变的，而是一点一点的，像墙角的霉斑，你不注意的时候，它已经蔓延了一大片，等你终于看到它，整面墙都已经烂了。可能是第1次他开始不说话的那天，可能是他沉着脸把碗推开的那个晚上，每一次都很小，小到我都说服自己不值得生气。但这些小事一件件叠起来，5年就叠成了一堵墙。我看着照片里的那个女孩，心口想回一点酸，是替她觉得不值。她那时候多高兴啊，觉得自己遇到了对的人，觉得这一辈子就这样了，觉得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，再懂事一点，再懂事一点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把相框放回纸箱里，用那件秩序重新包好，
塞回衣柜最底层。我没有扔掉它，但我知道，我大概不会再打开了。第二次程序的前一天，他的律师发来邮件，和解、让步、撤回。我看完删了，然后早早睡了。今天问题不大，只要你态度坚决，基本就能通过了。6个月没见，再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变了很多，瘦了，头发白了，黑眼圈很深，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。能不能让他们单独谈几句？就5分钟。没必要，该说的都在里面说。 6个月前第一次调解时，女方表示要结束婚姻，现在你还是这个意见吗？是的，我坚持离婚。这6个月你们有过沟通吗？没有，我们一直分居，没有任何联系。男方，这6个月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这6个月我想了很多，我承认我以前做的不对，我对他不够好，总是忽略他的感受。这6个月我每天都在反省，我真的能有机会改错了。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你听到了，你怎么看？这半年，我听过太多次我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但我很清楚，有些事情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。这段婚姻已经伤害了我5年，我不想再继续了。我可以改，我真的可以改。请你控制情绪，这里是正式调解。根据双方的陈述和6个月的分居事实，双方感情确已破烂，调解无效。现在宣布结果，准予双方正式解除婚姻关系。就这5年的婚姻，就这样一句话结束了。 身后传来他的哭声，但我的脚步没有停。我知道，他不是为我哭，他是为他自己哭。他失去的不是我，是一个曾经全心全意爱他的人，而我解脱了。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，突然笑了。这整个旧世界都在清两耗退，他唯一面对的方向只有前方。一个新的人生从今天开始了。